早餐是我们一天中的第一餐，所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而且早餐和寿命也有很大关系。那早餐并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提醒大家3种食物最好不要吃，不然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第一种，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很多人一大早上呢起来就口味比较重，喜欢空腹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。经常吃这类食物呢，很容易刺激肠胃，诱发肠胃疾病，严重影响身体健康。第二种，腌制类食物。很多人喜欢在早上吃一些咸菜配上热粥，但是呢，要知道咸菜在腌制过程中会加入大量的盐分，如果摄入过多盐分，也会给肠胃以及肾脏造成损伤，引起心脑血管疾病。第三种，油炸食物。油炸食物是很多人喜欢的，比如油条、炸鸡。这类食物都含有很高的油脂和热量，如果经常吃，不仅会导致身体发胖，也容易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，对寿命有影响。所以大家吃早餐时不要太随便，要吃的营养均衡、清淡一些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才有帮助。那么建议中老年人平时也可以多喝一些养生茶，比如绿茶、菊花茶、桑叶茶等等，对延年益寿有帮助哦。血液在我们身体中是不断流动的，但是一天中血液会有最粘稠的时候，那你知道是什么时间吗？那就是早上5点左右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身体经过一晚上的新陈代谢，体内水分会流失，这时血液粘稠度就会加大，一般到了早上5点左右，也就是最顶峰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早起后会有头晕头痛、视力模糊的情况。如果想要稀释血液，大家可以在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，除此之外还可以常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荞麦。荞麦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净化血液，让血管更加通畅，预防血液粘稠。第二种，洋葱。洋葱中含有前列腺素 A， 能软化血管，稀释血液粘稠度，预防血管堵塞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现在有个胃不舒服的时候，那是很正常的事了，所以很多人也意识到了要养胃了。那你知道养胃也分时间吗？一天之中有3个时间是养胃的黄金期哦，你可别错过了。第一个，早上7点到8点，这段时间是吃早餐的时候，若能坚持吃一顿营养的早餐，对养胃护胃是有帮助的。第二个，中午12点左右，那这个时间代谢比较旺盛，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吃饱，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，坚持住，胃也会感谢你哦。第三个，下午6点左右，那这个时间是晚餐的时间了，这对一个人胃的功能很重要，需要大家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，那这样胃也会越来越好哦。所以这3个时间你抓住了吗？每天都要做很多事情，其实在这些小事中有一些是增寿的事儿，若每天都爱做，长寿可能会与你有缘，医生也会远离你。第一件，吃早餐。早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每天早上吃一份健康的早餐，能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，所以吃早餐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第二件，早上起来排便。早上是排便的最佳时间，若能每天坚持早上排便，可以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垃圾，对肠胃健康也有帮助，所以坚持每天早上排便更有利于长寿。第三件，每天坚持午睡。其实午睡对长寿也是有帮助的，如果能够每天坚持半小时午睡时间，既能帮助补充体力，还能够增强免疫力，保护心脏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除了上面这3件事外，每天坚持喝一些养生茶，也能够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，比如玫瑰花茶、绿茶、桑叶茶等等。生活中很多人饮食作息不规律，喝水少，不爱运动等，这些不好的习惯都可能会引起便秘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是不是便秘呢？大家可以看看自己1周的排便次数，如果每周排便少于3次，那么就可能是便秘了。除此之外，还可能会有大便硬结、总感觉排不干净等，所以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调理，可以试试常吃2物。第一种，红薯。红薯大家都很熟悉了，红薯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所以经常的吃一些红薯，能够帮助润肠通便，改善便秘。
第二种，糙米。糙米也能很好的改善便秘，糙米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经常吃也能够帮助排便。除了这2种食物，经常的用大麦茶和番泻叶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预防和改善便秘哦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患有糖尿病，最担心的就应该是它的并发症，所以一旦血糖升高，要好好控制血糖。在我们身边就有食物胰岛素，大家可以换着吃。1. 银耳。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，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还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有助血糖稳定，预防并发症。2. 石斛。石斛是常见的中药材，具有很多的功效。石斛呢，能够刺激胰岛素的活性，经常用来泡水喝，也能起到稳定血糖的作用。3. 苦荞。苦荞大家都很熟悉了，苦荞营养价值高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能够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能帮助很好的控制血糖，所以可以经常的吃一些。温馨提示：食物只能够帮助辅助降糖，还是要以药物为主，这样才能让血糖回归正常状态。长命百岁是很多人都追求的，那么对于男人来说，容易长寿的人会有哪些特征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看。第一个，睡眠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开始下降，这时就可能会出现失眠的情况。那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。但如果你睡眠还非常好的话，这样有利于身体自我修复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第二个，血管通畅。俗话说，人与血管同寿。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被心脑血管问题困扰，对寿命呢有很大的影响。但如果你血液不粘稠，血管通畅，说明身体还很健康，可能容易长寿。那想要血管好，建议大家呢可以喝点苦荞茶，就有通血管的作用。第三个，保持好心情。很多男性到了中年后，容易呢发脾气，经常脾气暴躁的人很容易出现失眠、精神差的情况，而且生气还会导致各种疾病出现。所以呢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学会呢释放压力，这样对长寿才有。疫情当前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肺部好不好。其实呢，肺不好会有一些信号，比如经常的胸痛、频繁咳嗽，或者呼吸困难。除了上面这些，下面呢教大家通过憋气来测试你的肺好不好。那肺部健康的人那么肺活量也会很大。大家呢可以先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憋住。若你能够憋住超过50秒的话，说明你的肺活量很大，肺部也算比较健康。但如果你连30秒都很难达到的话，那么就要小心肺部可能不太健康了。那建议大家可以到医院的检查一下，如果肺部没有问题是最好的，但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大家需要呢及时的调理，这样才能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哦。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大家要学会保护自己，少聚集，勤洗手，出门戴口罩，注意消毒，在家要多开窗通风哦。疫情期间我们外部防护呢是很重要的，比如戴口罩、勤洗手、经常消毒等。那除了这些呢，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也是重中之重哦。大家可以多补充3类营养。第一个呢，多补充蛋白质。想要提高免疫力，多补充蛋白质是很重要的。蛋白质可以帮助机体组织修复，提高机体的免疫力。比如鸡蛋、鱼类、牛奶等都可以帮助补充蛋白质。第二个，多补充维生素 A。那生活中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呢有很多，比如这个蛋类奶类等，这类食物能提高机体对蛋白质的利用率，提高免疫力，预防病毒入侵哦。第三个呢，多补充铁元素。那我们吃的动物肝脏、木耳等都含有丰富的铁，经常的吃这类食物能增强吞噬细胞和白细胞的生理功能，对提高免疫力也是有帮助的。对于新冠病毒的突然到来，让我们出门都不得不戴上口罩。但是现在呢，口罩很短缺，我们又买不到，这该怎么办呢？那自己家的口罩还能够反复的使用吗？正常情况下口罩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没有去人多的地方，只是出门买个菜，口罩呢是可以重复使用的，但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5次。那下面呢再教大家2个消毒的方法。
第一个，紫外线消毒。紫外线消毒对口罩的损害呀是最小的，所以呢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建议大家呢进行紫外线消毒是最好的。第二个，高温消毒。那经研究，新冠病毒在温度达到56度时是可以被杀死的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选择用烘箱，温度56度以上，坚持30分钟，给口罩进行消毒。那上面的这2个方法呀，希望呢可以帮助到你哦。好啦，就说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